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来 POV 试驾啦。哇，我好像整个月没有 review 到车了嘞，因为整个7月啊、14啊，你知道很多华人就比较板荡、比较怕一点啦。最后一次 review 车好像是 Tesla Model 3嘞，今天就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车，你看那个 Honda logo， 这个是 Jazz， 又好像不是 Jazz 哦，它是一辆 Honda Shuttle， 非常感谢伟宏，耶 ，Hello， S50不是卖了哎，卖了，然后换这辆啊。不是啦，不是开玩笑而已啦，哪里可能？这辆车其实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卖新车的啦。在我这个频道呢，有一个小粉丝来自于新加坡，我看他的 IG 呢是驾这辆车的，他爸爸驾了哈，不是他驾。然后他就问我，哎，你可不可以拍 Honda Shuttle？ 我就问他，马来西亚有新车没？没有。这样我要怎样拍呢？然后过后他就讲是哦，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有二手车行那些 recon 车行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的。这辆车呢，其实是伟宏想要把它转卖出去的了。它是一个16年车，然后还可以轮多9年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这辆车况是不错的，然后稍微洗车这样就可以了。当然，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然后不多说，我们去看一下 Honda Shuttle，Let's go。这辆车都是原装车，你唯有看到那个轮圈画的 CE28的，基本上只有2代啦。第一代的名字叫做 Fit Shuttle， 它叫做 GG7 或者 8， 如果是 Hybrid 可能叫 GP2 啦。像以前的 Jazz 是不是？它根本就是一个 Jazz 的拉长版啦哈。然后后来2015年就推出了这一代，叫做 GK8 或者9、GP7 或者8。那我相信这辆叫 GK8 或者9啦，因为它是一个汽油版本，在日本有卖这1.5公升的汽油版，还有1.5的 Hybrid 啦。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7人座的车，对吧？其实它是一个5人座的车，这个就是它比较没有这么吃香的地方。可是呢，它的后部空间呢是让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啦。这是它的钥匙啦哈，跟 Honda Jazz 跟 City 那些一模一样的啦。后面有个 Touchpad， 打开，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170公升的尾箱空间，很大哈，而且椅背可以做倾倒。然后伟宏讲啊，它整个躺下去是没有问题的哈，空间利用的也是非常的好。你这里可以打开，很深的洞2个。这里就没有备胎了，但是有一些轮胎的补贴器啊，这些都有。然后这边还有2个洞哦，这里一个，这里还有一个，哇哦，4根手指的高度。配搭这一个1950 R16寸的轮胎，后面是没有刹车卡钳的，是一个 drum brake。前面呢大概也是3根手指的高度，也是一样1950 R16寸的轮胎 ，Singapore 的刹车卡钳。那这辆车的车重不会很重啊，大概1200公斤，所以它的那个 caliper 呢也没有像 Odyssey 这么大。这辆车轴距呢2530mm 的，如果你看回 Honda Stream 啊，它是2740mm 的轴距。再大量一点的 Honda Odyssey 呢，它大概是2900mm 的轴距啦，所以可见这辆车在这3辆里面呢是最小辆的，但是它不是7人座的车啦 ，of course。长度为呢4400mm， 如果你是 facelift 的版本呢，它会多一个40mm 的长度，宽度为1695mm， 高度为1545mm 的。怎样分它是 facelift 呢？我是看到外国啦，它下面的那个雾灯不是圆的，它是像 CRV 那种的一排的 LED。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饰吧，这辆车5人座，可是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就是像 Jazz 一样的 Magic Seat。今天如果你有一个盆栽，你可以把2张座椅呢拉上来呢，它就是可以放一个这么高的盆栽 ，Jazz 啊 ，City Hatchback 啊。才有的啊！你看放下来又是一张椅子了，椅背又可以做倾倒又 ISOFIX， 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这里大概一个拳头3根手指，头部空间大概2个拳头，很宽敞的感觉呢。可惜就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啦，也没有中央扶手，座椅呢泡面是软的，椅垫呢不是很长，至少它是可以让我觉得舒服的一种椅子啦。中间的鼓起呢也不会很高，一个手把，还有一个挂钩哈，这个应该是牵着主买的 Carbon Fiber Plastic。OK， 这里就有一块我发现到的，它跟 CD 啊一样的哦，稍微鼓起来是给这张椅子的，所以如果你的脚要放在这里中间的话，是有一点不是很方便啦。这是我发觉到以前我做 CD GM6啊 6.5 都有发现到这个问题的。这里还有一个原装日本的 catalog， 你要记得这辆车是一个日本车。这边就是有一些缝线哈，不晓得是真的，感觉到是真的这样的软质塑胶，对，后面就是硬质塑胶。这里就是很熟悉的哈 Touch 的 Icon， 它基本上就像一个 Wagon 啊 SUV 这样嘛，所以它就把这里中间做高起来 ，CD 就比较低咯哈。它这里就有一些空间啊，在下面有 Power Outlet，
然后有可以放 Smart Tag 啊，什么没有问题啊，在这边还有置杯架，还有一个中央扶手不能调整的，其他的就大概就是一样啦。手把，两个灯。这辆车呢有一个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其实 Honda 车让我最满意就是它的钥匙呢，它的质感是蛮重的哈，这个钥匙精致的感觉。这里黑色按钮按一按就是锁门，按一下就是解锁。你看这边有一个钥匙孔哈，就是如果万一你的钥匙没有电的话呢，你可以这里打开，你可以直接开门哈。钥匙，那side mirror会自动收叠哈。多亏这边有一个 button 叫做 Auto On Off， 然后这里防滑系统关闭。CTBA Off 是什么呢？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你们有人知道的话呢，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这里有打开油盖，这里打开引擎盖，这里就是一般 Honda 的操作了哈。椅子都是手动调节的哈。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洞哈，我觉得是拿来放锁匙没有问题啦。Econ Mode Button， 省油模式。我们来打造引擎 ，Start。OK， 第一点啊，这辆车是没有任何的手刹了的，它是用脚刹。富裕哦，感觉到突然高级掉啊，这辆车好像高了一个档次哦。那这个唱机呢，就是 accidentally 被锁掉了啦，换电箱的时候，然后就应该是没有用了，要打一些密码，不晓得密码是什么，可能以后换唱机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冷气啊 ，touch 的，跟 CD 一样的。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空间可以放手机，这里是一个无段的变速箱，没有 manual mode。还有一个 Sport， 还有一个 Lower Gear Selection， 有一个 Auto Start Stop。方向盘呢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就很简单的仪表，你得到180罢了啊。自动头灯啊、雾灯跟远光灯，还有两个signal，一键上下只有在 Driver Side 才有啊。这辆车是有一个日行灯的，灯都是 LED 的，可是它的 signal 就是不是 LED 的啦。油盖可以打乱95没有问题，尾灯方面就一般般啦，不是我们常见的车嘛。你看到这辆车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真的是啥车呀？这副引擎大号为是 L15B， 可以在 Honda Fit、Honda Vezel， 也就是说日本版的 HR-V 啦，或者是 GK5 Honda Fit 啊，它是用着相同的引擎的，来自一个1.5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它可以产生132 PS， 还有155个 Nm， 扭力要在4600转的时候才爆发啦。配搭这一具 CVT 的无段变速箱，没有任何的改装。我们去试驾，哇，连那个引擎盖都是很轻一下的。那好了 ，Let's go 试驾咯。之前我驾过 BRV 哦，其实 BRV 蛮好驾的，它好像驾 CD 的感觉。对，你驾的是哪一个 Dolphin 还是 Auto？Dolphin？ 什么 Dolphin？ 就 Auto 啊，就 normal 上我们马路上看到最多那两个 BYD。哦，不是，我是讲 BRV。哦 ，BRV，sorry， 哦，听下去 BYD，BRV 哦 ，BRV， 去7 seater 那个。没有想到一个 BRV， 就是它就是拉长的一个 CD 嘛，它轴距是一样的嘛。然后加起来感觉就是很像 CD 哦。我相信这辆车也不输啦，加起来就应该像一个 GS 还是 CD 的感觉，它只是加了一个尾巴。不会让你觉得这辆车会被拖动到很严重啊那种。感觉到会买这种车 Honda 的人哦，它的操控啊是不差的这辆车。可是我就比较喜欢它的米德讲真的，因为到180了，够了。所以看它米德上的很快有没有？如果你是200那种啊，就要看了比较那个行程比较远啊，米德动得很慢的感觉。哇，它的整个车脚很 solid 哦，整个避震器的感觉就是很新车的感觉啊，不会好像那种旧车了啊，那种不好的 absorber 你会感觉到它的滤震也没有这么好，之外会比较硬啊，因为它 absorber 不好了嘛。好。整个车的开起来就很像开着 Jazz 或者 CD 的感觉，它的噪音来讲啊，胎噪啊，一模一样的。其实这辆车还有半桶油左右啦，可以跑246 km 的 range。Average 啊，这辆车是14.4 km per liter 的，所以可见这辆车是蛮省油的。里数呢52千，加起来是很顺畅的感觉哦。这辆车没有什么 underpower 这样哦。转向很像在驾着一个普通的 hatch 那种什么。那种hot hatch 的车感觉嘞，不也是因为它是一个 wagon 啊，我可以叫 wagon 嘛，这样子，Jazz wagon 其实我们买车啊，这种二手车的最担心的这几个问题就是引擎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泡水车是不是问题，这第二个。然后我们买车回来就是最重要是 aircon 19啊，这辆车冷气也是很冷啊。车脚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棒哦，因为雪景是很久了。
诶，哦，CTBA 就是 Brake Auto System，它在亮灯呢，一直亮着嘞，有 Pre Crash 哦。不懂是不是哦？可是我又没有找到 sensor 嘞，你有找到吗？可能是这个。哦，解除一下 Econ Mode， 看一下油门反应。的确油门反应会比较直接快了一点的，就基本上你驾过 Honda 的人都很熟悉的，其实这辆车不会让你觉得很陌生。比如说今天我试驾一个 BYD， 我试驾一个 Cherry 也好哦，它是一个新的车，完全没有在我们任何人的印象当中的车，所以你驾起来就好像很陌生这样。好，当然电车没有什么优势啊，电车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特别性格这样子。可是当你驾过这种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卖了很久的 Honda、Toyota 啊，这样子你驾下来，你都大概懂它的家族的味道大概是在哪里。所以我可以讲这辆车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我们驾过的很熟悉的 Honda 的味道就是了。而且它 CVT 的这个反应也是不错的，我很喜欢它，就是 pick up 那一刹那，就是像 Toyota 一般上 Honda 就是它不用 delay 的，因为它不是主 clutch 嘛，所以一起步那刹那就很顺啊，很快的这样。那 CVT 的好处就是3500转不用踩完了，那个动力就把它提速到很快。可惜就没有 battery shift 哦。我觉得这辆车应该是有分 high spec 和 low spec，因为 high spec 就可能有 cruise control 啊这样子，这里是空的，对，然后就有可能有 battery shift 啊，这辆车就没有了哈。Sport 把转速尽量的提高，哇，的整个这个视野应该跟 Jazz 一样啊，就是有一个小镜子，然后视野非常的宽阔。OK， 踩完。嚯，你看到吗？它的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时候来呢？就是它把那个 CVT 拉到最高6000转的时候，你会很明显感觉到整辆车的力很大。啊，你这一踩到完的时候啊，它把那个转速拉高，它最有力真的是在6500转了。你看这个时候 ，damn， 没有力咩？不可能没有力啊！这辆车有力有力。就好像我今天驾这一个 City 有没有1.5的时候，我在 Highway 很随随便便380了，是真的很轻松。For 一个 City Drive 来讲的话，这辆车其实算蛮省油，也很不错价这辆车。可是就有一个缺点啊，价钱在这边，它不会给到你很好的这个隔音啊。对。就是你会听到有点小风声哦，可能这个 door visor 也是有了，然后就是拍照方面就会比较高一点。像我们驾的 City GM 6.5的时候啊，你会 feel 到一模一样这样的。最主要就是这种1500cc 的话，在 Karak 上这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吃力？我刚刚推出一个 video 是这个 CR-V 上一款哦，2.0哦，我觉得在 Karak 蛮压力一下的2.0罢了，然后一直要用到3号牙，5号牙就好像没有力气了。反而我觉得这种 CVT 在这种山路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像我摆山了哦，没有什么，就整辆车动态就很像一个 Jazz 或者叫 City。试看高一个弯啊，你看跟我的叫 BRV 的感觉一模一样，没有什么负担的嘞。感觉那个车头很轻盈哦，然后不因为车尾有多了一个尾巴，然后感觉到它负累这样啊，不会耶，很神奇的这种感觉。试一看，在卡拉开Econ Mode，同样的油门按下去，转速变低了，油门变得没有这么敏感了，好像一个 throttle controller 的感觉，这样大概是这样。冷气也没有这么冷了啊！如果你开Econ Mode的话，哇，那萝莉什么事哎？耶！可是这种车没有必要改 exhaust 啊，你改 exhaust 后的声音也不会好听到哪里去。我说过，如果是没有 battery shift 的 CVT， 你换上了那个exhaust 哦，它出来的声音就好像牛叫了。我们
们来挑战一下这个大弯方 Sport， 我们就普通的110过这个弯。我坐在前面的话，我发现到没有什么负担啊，后面我就真的不懂了啦。如果坐在后面的人应该会比较，他侧倾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坐在前面是 OK 的。哇，大家肉，轻松，good。它这原本的是16寸是吗？它现在改回也是一样16寸。没有，如果来的话是比较小粒的。15寸。哦、I see。好像减配版的 rim 这样子的。哦。16寸也不会讲看起来很大力啊，这样子。刚刚好。刚刚好。Michelin 的轮胎应该是 XM2 Plus 吧？对。诶，16寸的 XM2 Plus 啊？有。刚刚忘记看，哎呀，只是知道它的尺寸。一般上我们 CD 看到的啦 ，CD 也是用这样的尺寸。就是我开这 Eco Mode 你知道吗？然后放一个 Sport 的压箱，就4000转这样子，其实很轻松嘛。那这辆车的 CVT 是没有cooler啦哈，所以你可以后期改装，好像我们通常加 Jazz 啊、加 CD 的朋友们啊，如果有一直上山啊或者走远途的朋友，是建议可以去安装啊。如果你要装一个 Luffy 表啊，它可以读到 CVT 的温度的话，你到时候会看到，诶，我在塞车的时候很好嘞，大概60-70度罢了嘞。没有装的话呢，就大概去到80-90度了。尤其是马来西亚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哦，下午天的时候啊，哇，那个水温会特别高一点点的哦。我都看了都有一点提心吊胆，你知道吗？何况是 CVT 过热了，等一下，最怕就是这样。OK 啦，那我们的人呢就来到银顶山脚，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又要在干啥了。虽然这辆车不是拿来给你拍弯的，但是我就很好奇，它的操控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本身是没有加过 Jazz 上山啊，如果有机会下次我加一下，先加一个 Jazz Wagon。OK， 伟宏，下一个影片再见 ，See you 。喂哟，今天有点迟了啊，差不多9点40分了，上山了喂。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了，拜拜。